家好，欢迎观看 User Centered Design 教学影片。在这单元中分为4个章节。第一章节要介绍使用者经验的历史，第二章节要介绍什么是使用者经验，第三章节要介绍什么是使用者导向设计，第四章节要介绍使用者导向的设计方法。第一章要从历史讲起，原因是因为使用者导向设计被包含在使用者经验里面。那 UX 又是什么呢？这里介绍一下简称：使用者导向设计，User Centered Design 简称 UCD， 使用者经验 User Experiences 简称 UX。要了解 UX， 就要追溯它的始祖人因工程。在2战之前，当时的工业设计原则是 Design the human to fit the machine， 也就是要把人训练成可以适应操作的机器。因为那时很少有复杂的器械，所以适应就不是问题。但随着科技与工业不断的进步，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这个复杂度终于逐渐引发问题。在战争的时候，各国的军方都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即使是一名受了很多精密训练的飞行员，但一上战场，人为操作上的失误现象不断的发生，而且这些失误的状况在训练时几乎看不到，只有真的执行任务的时候才会发生。在战争中才开始注意到了人的生理与心理能力必须要人与机械互动，专注于探讨人与机械关系，并且把这个关系与工业工程结合，这领域称为人体工学。如果是人的感觉与认知系统结合实验心理学的领域称为人因工学。不过现在人因工学与人体工学已经合而为一了，统称为人因工程。人因工程的特性分为4点：第一，减少可能的人为失误；第二，减少设计对人体可能产生的危害；第三，探讨不同使用心理生理状态下人的感官能力的界限与变化；第四，在个体差异的人性因素，例如身体计测、心理、社会背景等等，设计出能配合的设备或产品。但 UX 事实上还源自于另外一个领域，就是人机互动 （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，HCI）。以前的电脑都是设计给专家使用的，只是要帮助加速数学上的计算，所以没有什么需要互动的。后来 GUI 与个人电脑的普及，使用者就不再只有专家，而是更广的一般民众，因此人机互动就快速的发展起来了。接着就进入主题，介绍 UX 吧。设计师把 UX 定义为一门研究人与产品、系统、服务互动的时候所产生的一切生理与心理上的感受。这种关系就比如牵扯到人的时候，心理学就有介入的空间。所以只要有使用者与产品、系统、服务互动的机会，那里就有使用者经验可以讨论。所以 UX 可以被划分为哪些部分呢？ UX 又如何评估所设计出来的方案的好或坏？下个章节接着说明。谢谢大家。